只是订了瓶牛奶，却被隔壁大妈天天顺嘴。被抓现行后，她当面嘲笑我小气，物业劝我吃亏是福，甚至她还反咬一口闹到了社区。众人都在等着看我笑话，但我只是呵呵一笑，转手送她一份足以让她终身难忘的大礼。黑暗中，我猛地睁开眼，眼神清明，毫无睡意。随后，我抓起手机，只见屏幕红光闪烁，并且上面写着一行字：智能监控检测到异常移动。现在是凌晨5点53分。为了抓到那个连续几个月偷我牛奶的贼，我在门框最不起眼的死角装了这个针孔摄像头，我倒要看看连5块钱都要偷的人到底长什么样。随后，我立刻点开 APP， 画面缓冲1秒后弹出，只见绿色的夜视镜头下，隔壁的防盗门悄无声息地开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挤了出来，住隔壁的王大妈。那一刻，我整个人都僵住了。竟然是王大妈，她平时很热心，而且我刚搬来时，她还送过我一盘饺子，说是见我一个年轻人在外打拼不容易，平时见到我总是嘘寒问暖。随后我回过神来，又继续看着手机上的监控画面，只见画面里王大妈脸上戴着巨大的口罩，几乎遮住整张脸，只露出一双金光的眼睛。她还穿着碎花睡衣，脚下踩着软底布鞋，走路像猫一样没声音，脸上戴了一个大大的蓝色口罩，几乎遮住了半张脸。她走到我家门口，先是左右扫视，然后熟练开箱取奶关箱，随后迅速转身回了自己家。整个过程不到10秒，我看着她那熟练的手法，整个人有点懵逼。哈，这大号口罩防的不是病毒，是羞耻心，遮的不是口鼻，是那张比城墙还厚的老脸。他甚至刻意背对着楼道的公用监控。王大妈，原来你把邻居当韭菜，割得这么顺手啊！我本想直接找他对峙，可看着视频里他那张苍老的脸，我犹豫了。万一他撒泼打滚，万一他心脏病发，我这年轻人说得清吗？我决定给他留面子，也给自己省麻烦。我打算比他更早。第二天，我定了5点半的闹钟，天还没亮我就醒了。我没开灯，悄悄走到门边，透过猫眼往外看，楼道里一片漆黑，只有远处安全出口的绿光悠悠的亮。很快到了5点45分，我听见送奶工熟悉的脚步声和玻璃瓶碰撞的轻响。送奶工在我门口停下，只见他打开奶箱，放入牛奶，关上，然后他走向下一户。我等他的脚步声走远，心里默数10个数。当我再次猛地推开门时，楼道里空空如也，而奶箱又空了。10秒钟，只有10秒钟。王大妈，她难道会瞬移吗？想到这里，我立马调出监控。一开始监控画面是一片漆黑，随后我把亮度拉到极限，才在画面的最底看到了一团蠕动的黑影。只见王大妈整个人紧贴地面，像一条捕食的毒蛇。她利用视觉死角，那只干枯的手如闪电般探出，咻的一下勾走牛奶，瞬间回缩。这哪里是老人，简直是苦练多年的神偷。而我看着那让人匪夷所思的场景，不由惊呆了。就一瓶5块的牛奶，他居然为此算计了时间，算计了路线，甚至不惜把自己变成这种模样。这已经不是贪小便宜了，这是一种病态的执着。我一时没想到对策，只能咽下这口气，装作若无其事去上班。没想到下午下班时，在电梯里又和他撞了个正着。王大妈此时正提着一篮菜，笑得一脸慈祥。哟，小江啊，看你这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工作太累了？年轻人得注意身体，多补营养啊。我强挤出一个笑容，盯着他的眼睛说：是啊，大妈，我也想补，但这年头耗子成精了，专挑凌晨5点出来偷食儿，还戴个口罩，怕被人认出来。唉，您住隔壁没撞见过这只大耗子？我本以为我这话会让王大妈露出马脚，没想到她居然面不改色，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拍了我肩膀。哎，现在的年轻人啊，手脚不干净的太多了。小江啊，你还是太单纯，得防着点，以后东西看紧点，别让人钻了空子。王大妈随即昂首挺胸走出电梯，回到家关上门。而我想着她刚刚那张写满关怀的脸，我想不通她此时的模样怎么会和凌晨那个戴着口罩鬼鬼祟祟的身影联系起来。这种人太可怕了，如果我和他直接撕破脸，以王大妈这种德行，万一他倒地上一哭二闹三上吊，我根本说不清。报警，但是就只为了一瓶牛奶，警察来了也只会和稀泥。随后我思来想去，突然想到一个办法，我掏出手机找到了牛奶公司的客服电话，很快电话接通了。您好，鲜奶配送中心，工号502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你好，我想更改一下我的牛奶配送方式，我不想让师傅把奶放进奶箱了。先生，是奶箱损坏了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可以安排师傅帮您免费维修或者更换新的。不是奶箱的问题，我不想要预付费包月了，我要取消自动续费，从明天开始，我想改成货到付款。货到付款，先生，您可能不太了解，我们现在大部分客户都是预付费的，这样不仅有折扣，而且每天早上师傅直接投递，你也不用早起。我知道，没关系，我不怕麻烦，贵一点我也认了。我就一个要求，让送奶师傅每天早上必须敲门，见到我本人，把奶递到我手里，我当面付现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个能做到吗？客服沉默了几秒，这个操作上是可以，但是先生，送奶师傅早上的时间非常赶，如果要敲门等你开门，还要找零钱，这会耽误师傅的行程，而且时间上没法固定，大概在6点到6点半之间。您确定您能每天都起得来吗？放心，为了喝到这口奶，别说6点5点我都等，我就在门口守着，钱我会准备好零钱，不耽误师傅1秒钟，麻烦你帮我备注一下，务必免交，谢绝投递。好的先生，既然您坚持，那我为您备注了，从明天早上开始生效，单次结算，每天7块钱。谢谢。
随后我挂了电话，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货到付款，王大妈，你总不能从宋乃公手里直接抢吧？你总不能大方到替我付那7块钱吧？这一局我看你还怎么偷？想到这里，我甚至有点期待明天早上的到来。我想象着王大妈像往常一样，鬼鬼祟祟地摸到我的奶箱前，打开是空的。她会是什么表情？是失望还是愤怒？会不会以为是宋乃公忘了送？然后她日复一日地打开那个空空的奶箱，最终意识到她的免费牛奶没了。光想着这场面让我觉得舒畅。这天晚上我睡得特别好，第二天早上我甚至没有定闹钟，6点钟准时醒。以前醒来是焦虑，想着今天奶还在不在；今天醒来是期待，甚至有一丝报复前的快感。随后我走到客厅，泡了杯茶，坐在沙发上。很快，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来了。随后我几乎是弹射起，一把拉开房门，只见宋乃公大哥满头大汗，手里拎着一瓶还在冒冷气的鲜奶。看见我已经开门，明显愣了一下。哟，起这么早啊？我还怕敲门吵醒你呢。您的鲜奶刚从冷库拿出来的。辛苦了，师傅，这是7块钱，您数数正好。不用数，信得过。不过说实话，小伙子，像你这么执着要面交的年轻人，我还是头回见。咱们这片区治安挺好的，奶箱也没坏。我意味深长看了一眼隔壁的门，呵呵，是啊，治安挺好，就是有些人防不胜防，以后每天都麻烦你了，师傅，哪怕我晚开1分钟，也千万别放奶箱。得嘞，那我走了，还得送下一家呢。随后我关上门，靠在门板上，感受着手里的玻璃瓶冰凉刺骨，然后我慢条斯理的拧开盖子，仰头一饮而尽，冰凉的液体划过喉咙，那不仅仅是牛奶的香气，更是复仇开始的甘甜。随后我喝完奶，我打开手机监控，时间拉回到我关门后的5分钟，只见楼道里静悄悄的，突然隔壁那扇门开了一条缝，王大妈那张熟悉的脸探了出来，她今天依旧是那副全副武装的打扮，碎花睡衣遮住半张脸的大口罩，她先是像做贼一样左右看了看，确定楼道没人，然后踮着脚尖，熟练的摸到了我的奶箱前。呵呵，看他这动作多熟练，左手扶箱，右手开锁，身体前倾，他一定在想，今天的早餐又有着落了。王大妈一把拉开奶箱门，手迅速伸了进去，然后整个人僵住，她的手在空荡荡的箱子里抓了一空气。哈哈，是空的，惊喜吗？意外吗？然而王大妈还不死心，她不死心的把整张脸都对进了奶箱里，眼珠子都要瞪出来。直起身时，她烦躁的抓扯着头发，那副表情就像是赌徒输光了最后的筹码。她甚至走到楼梯口，探头往下看了看，似乎在找宋乃公的身影，又折回来，再次打开奶箱确认了一，她在那儿站了足足1分钟，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她的迷茫。最后，她极其不甘心的狠狠关上奶箱门，啪的一声，然后骂骂咧咧的回了屋。我看着这一幕，嘴角忍不住疯狂上扬，这种感觉比当面戳穿她骂她一顿更让我觉得通体舒畅。这种猫鼠游戏持续了1个星期，每天早上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每天早上她准时开箱，准时失望。虽然她没喝到奶，但我俩还得天天见。就在某一天，我照常坐电梯下楼上班，电梯门开，我走进去，发现王大妈也在里。以前见面总是笑眯眯、嘘寒问暖的王大妈，今天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呀，王大妈买菜回来了，怎么看着气色不太好啊？最近没休息好？我话音刚落，王大妈就猛地抬头，眼神阴毒，冷哼了一声。我看着她的模样，心里乐开了花。她一定在想，这小子的奶到底去哪了？我也没搬家，也没退订，怎么就凭空消失了？但我就是不挑明。大妈，我看您这手里提的菜挺重啊，要不要我帮您提？毕竟咱们是邻居，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嘛。王大妈只是冷冷摆手，声音尖锐道：不用了，小江啊，你最近是不是防着谁呢？做人啊，心眼别太多，太计较了没福气。大妈您说笑了，我能防谁啊？我就是觉得自己以前太懒了，现在改为早起锻炼，顺便接个奶。您不是常教育我吗？年轻人要勤快点，东西要看紧点，别让人钻了空子。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你行，你行，以后走夜路小心点。王大妈丢下这句话，直接撞开我的肩膀，气冲冲地走出电梯。我看着她气急败坏的背影，我只觉得解气。随后这种平静的日子持续了1个星期，我以为这就是结局，井水不犯河水。但我错了，我太天真了，我低估了一个伟人的下限，也低估了人性的恶毒。在第7天的下午，我正在家里加班写方案，我以为是外卖，随手开门，门外站着的不是外卖小，而是物业刘经理，身后还跟着2个面无表情的保安。我看到这几人站在我家门口，十分惊讶。刘经理有事吗？然而刘经理并没有立马接话，只见他的表情很严肃，上上下下的打量我，那种眼神像是在看一个犯罪嫌疑人，让我很不舒服。片刻后，他才以官方腔调开口道：小江是吧？是我，有什么事吗？有点情况需要跟你核实一下，你先看看这个。他说着，从身后的保安手里拿过一个文件夹，从里面抽出一张A4纸，递到我面前。我随即接过纸，视线落到上面的标题：精神损害赔偿。这老太婆疯了吧？偷我牛奶还要我赔钱？随后我耐着性子往下看，直到看到最后那4个力透纸背的手写大断口粮。我拿着那张纸，手都开始抖，这简直是我这辈子听过最荒谬的纸。断我口粮？我是地主老财吗？他是旧社会的佃农吗？随后我继续看下去，越看越觉得魔幻。他在申请里声泪俱下的控诉，他说那是爱心牛奶，是社区福利，或者是年轻人喝不完的浪费。他说他本着节约粮食的愿，帮忙处理了1个月。他说这瓶奶成了他晚年唯一的精神支柱。而我就在1周前，无情地恶意地掐断了他的生命线，导致他食欲不振、夜不能寐、高血压发作、心脏病复发，要求我立刻恢复供应，并赔偿精神损失费、营养费、误工费5000元。刘经理，这是什么东西？他这是在写小说吗？把偷窃说成爱心处理，把受害者说成施暴者，一个人怎么可以无耻到这个地步？你先别激动，王大妈那边说了，她不知道那是你订的，她以为是没人要的。不知道，她每天戴着大口罩，那是
是防疫吗？那是遮羞，他专门挑宋乃公刚走，我还没出门的时间段下手，还特意避开楼道监控，这叫不知道，这叫专业的惯偷。随后我掏出手机，点开监控 APP， 语气冰冷道：“我有证据，我这儿全是监控录像。”我话说完，刘经理就按住我的手，语气变得意味深长：“小江啊，先不急着看那个，我们今天来不是来断案的，是来调解的。”随后刘经理推了推眼镜，眼神里却透着一种精明的算计。王大妈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情绪非常激动。她刚才在物业办公室闹了一下午，扬言说，如果你不赔偿、不恢复供应，她就去你单位闹，甚至直接从楼上跳下去。呵呵，明明就是在威胁，赤裸裸的威胁，用自己的命来绑架我的清白。邻里邻居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没必要搞这么僵。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就当发扬风格，尊老爱幼嘛。一瓶奶才7块钱，一个月也就200多，你每天多订一瓶送给他喝，花钱买个清净，你说是不是？凭什么？刘经理，你听听你在说什么？让我花钱供养一个小偷，就因为他老，就因为他敢闹？小江，体谅下老人家嘛，毕竟你还是年轻人。我看着刘经理那张写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脸，我突然明白了。呵呵，他不是来主持公道的，他是来维稳的。在他们眼里，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永远比解决问题本身更容易。王大妈是块滚刀肉，惹不起，而我是个读过书的体面人，好欺负。这就是现实的按脑分配，真是可笑。想到这里，我随即深吸了一口气，语气冰冷道：“调解是吧？先。”我此话一出，刘经理就喜出望外。哎，这就对了嘛，年轻人格局要大一点。那明天上午10点，社区活动室，咱们把话说开了就好。好，时间、地点我记住了，我一定准时到。随后，刘经理满意的带着保安走，像刚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业绩。我重重的关上门，看着手里的那张A4纸。呵呵，哈哈哈哈！你想玩是吧？你想把事情闹大是吧？你想用道德绑架我，用舆论压死我？行，那我就陪你玩到底。随后我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喂，是张伟律师吗？我是姜13，我想咨询一下起诉诽谤和敲诈勒索的流程。对，证据我都准备好了。还有，麻烦您帮我引你一份律师函，不需要寄给对方，我想当面送给他。挂了电话，我看着桌上那份荒谬的精神损害赔偿申请，突然觉得它变得可爱起来，因为它不再是一张废纸，而是一把递到我手里的刀。既然他们想玩大的，那我就奉陪到底。这一次，我不只要赢，我要让他们身败名裂，无处遁形。随后，我花了一整晚的时间，把这1个多月来所有的证据都整理了出来，一共30多天的订奶记录，每一笔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铁证，还有一个 U 盘，里面是我精心剪辑的视频合集，名字我都想好了，一个惯偷的自我修养。看着进度条一点点走，我知道明天的那场鸿门宴，主角注定是我。第二天上午10点，我准时赴约。我一推开门，就看到匪夷所思的一幕。哈，还真是一场精心准备的3堂会审啊！只见调解室早已人满为患，左边是捂着心口演着林黛玉哼哼戚戚的王大妈，旁边坐着她那个化着大浓妆，像只斗鸡一样竖着眉毛的女，一副要吃人的架势。中间是把和稀泥3个字刻在脸上的刘经理，带着2个眉头紧锁的调解员，而周围围满了等着看笑话的邻居，手机镜头都快对到我脸上了。随后我拉开椅，气定神闲地坐下，把手里的黑色文件夹和 U 盘轻轻拍在桌上。还没等我开口说话，王大妈女儿就猛地拍桌子，声音尖锐道：“大家都评评理啊！我妈身体本来硬朗得很，就因为这小伙子突然断了奶，现在心脏病都犯了，精神损失费、营养费、误工费5000块，1分都不能少。”王大妈女儿停顿了下，随即恶狠狠看着我，而且以后这奶必须续上，这是你欠老人的。而一旁的刘经理就连忙一脸笑呵呵打圆场：“小江啊，你看这事儿闹的，王大妈毕竟是长辈，身体也不好，要不你就……”我抬手打断了刘经理的话，语气冰冷道：“呵呵，刘经理，你的台词太老套了。长辈？谁的长辈？他是我的长辈，还是小偷界的长辈？”我此话一出，全场瞬间哗然，而王大妈脸色惨白道：“你怎么说话呢？”我没有理会王大妈的话语，随后站起身走到电视机前，从容地插上 U 盘。把偷说成拿，把销赃说成爱心处理。王大妈，您这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还是在看守所里进修过？既然要评理，那咱们就拿证据说话。我话说完，就按下播放键，屏幕上开始播放剪辑好的视频，一个惯偷的自我修养。呵呵，各位看看，这就是所谓的帮忙处理。瞧瞧这走位，这意识，这反侦查能力，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特工在执行绝密任务。大妈，您这哪是拿没人要的牛奶啊？您这是在练习碟中谍啊！您至于每天掐着点，趁我没出门，宋乃公刚走的空档下手吗？我话说完，旁边的吃瓜群众就窃窃私语起来：“卧槽，这也太专业了！这哪是老人啊，这莫非是楚留香转世啊？呵呵，你快拉倒吧！你这样子说就是在侮辱楚留香，他偷东西还说得这么好听。”而王大妈气得全身发抖：“你这是侵犯隐私！你偷拍我！”呵呵，隐私？我在自己家门口装监控，拍的是公共区域的小偷。你要是不偷，我能拍到你吗？就在这时，一旁的王大妈女儿见势不妙，开始胡搅蛮缠，尖叫道：“就算是拿了又怎么样？一瓶奶才几块钱，你至于把老人逼成这样吗？你断了奶就是不对，你这是谋杀！”哈哈，说得好，谋杀。那我倒要问问，谁在谋杀谁？我话说完，宋乃公小哥满头大汗的跑了进来，这是我提前安排好的杀手锏。只见宋乃公小哥边喘气边指着王大妈：“就是的，我好几次送奶都被他半路截
截胡。我有一次送晚了，他还骂我。后来这位先生为了防他，特意让我每天早上敲门面交。为了这瓶奶，小伙子天天5点多就起来等着，容易吗？呵呵，王大妈，你听到了吗？不是我断了你的奶，是你偷不到我的奶了，而你竟然还有脸让我赔偿，还要告我断你口粮。我摆出的证据确凿，舆论彻底反转。而王大妈眼见讲理讲，使出了终极赖皮招数。只见她身子一软，顺势往地上一躺，开始抽搐，翻白眼。哎呦，我不活了，欺负死人了，我的心脏啊！一旁的王大妈女儿立马扑上去嚎丧起来。哎呦，俺爹娘哟，杀人了，气死人了！快叫救护车！大家都看见了啊，这就是江13逼的。快快快，叫救护车！而我站在一旁冷眼看着他们浮夸的表演，冷笑了一声。随后我拿出手机，对着地上的王大妈拍了一张特写，然后我从桌上那个黑色的文件夹里抽出了一份文件。演，接着演，别停，我都给你录下来了。我也把话放这儿。第一，赔偿我半年被偷的183瓶牛奶，共计1281元。第二，在小区公告栏、业主群公开手写道歉信，挂钩1个月。如果不答应，这份律师函还有这 U 盘里的视频，明天就会出现在法院的传票里，以及全网的热搜上。标题我都想好了，把徐老太练成缩骨功，只为偷邻居1瓶奶，还要索赔5000。到时候不仅是你，就连你女儿的工作单位、你孙子的学校都会看到这段光辉事迹。诽谤罪、敲诈勒索罪，再加上盗窃罪，你们自己掂量，够不够判的？地上的王大妈听到这后，抽搐的频率明显乱了，她女儿的哭声也戛然而止，惊恐地看着我手里那张薄薄的纸。5000块，我要让你这辈子都在这个小区抬不起头。既然您心脏病犯了，作为邻居，我帮您打个120。不过，鉴于涉案金额已经达到立案标准，而且涉及敲诈勒索，我得先打个110。随后，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按下免提，拨通了报警电话。你好，110报警中心。喂，警察同志，我要报案，地点是幸福小区社区活动室，有人长期入室盗窃我的财物，证据确凿。现在被发现后，不仅拒不赔偿，还试图通过装病进行讹诈勒索，金额5000元。对，我有全程的监控视频，还有他敲诈勒索的书面证据，麻烦你们派人来一下，顺便通知法医，哦不，救护车，怕嫌疑人挺不住。听到立案、坐牢、敲诈勒索这几个词，地上的王大妈立马垂死病中惊坐起，她的抽搐瞬间停止，蹭的一下坐了起来，指着我骂：你个杀千刀的，你真敢报警抓我？呀，医学奇迹啊！刚才不都要死了吗？一听报警，这就好了。看来警察同志比速效救心丸还管用啊！哈哈哈哈，这就好了，这也太假了吧！而王大妈女儿慌了，你别乱来，我们不告了，不告了还不行吗？晚了，刚才给过你们机会，是你们自己不要的。现在的流程是警察立案，法院传票，咱们法庭见。很快，警察就到了活动室，我将 U 盘和打印好的勒索信交给警察。王大妈和她女儿面如死灰，在大庭广众之下被警察带走询问。刘经理在一旁擦着冷汗，屁都不敢放一个。我转头看向刘经理，眼神如刀。刘经理，这就是您说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好了，事情闹大了，您的工作绩效怕是也要跟着少一事了吧？正如我所料，进了派出所，他们就彻底怂，但我没撤案。直到那天下午，王大妈的儿子给我打了电话，和那对无赖母女不同，他是个明白人，也是个要脸面的体面人。他在电话里羞愧难当，甚至声音都在发抖。他说他在外地工作，完全不知道家里发生了这种事。现在警察找上门，他才知道母亲干了什么。江先生，千错万错都是我妈的错，钱我双倍不3倍赔给您，道歉信马上写。房子我们已经在联系中介卖了，我这就接他去我那住，绝不让他再碍您的眼。求求您，看在他这么大岁数的份上，别让他留案底，行吧？最后，我站在公告栏前，看着那封道歉信和手机上刚到账的赔偿款，看着那家人灰溜溜的搬家，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我长舒了一口气。这场关于牛奶的战争终于结束了。事实证明，在这个世界上，善良得带点锋芒。面对无赖，忍让只会让他们得寸进尺，只有狠狠地打回去，打到他们痛，打到他们怕，这世界才会变好那么一点点。